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 ARM 和 Qualcomm 的法律纠纷可能导致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款个人电脑出货中断。该纠纷涉及 Qualcomm 为 Microsoft 等公司制造芯片时使用的技术，可能迫使他们暂停新笔记本电脑的出货。让我们关注，美国最高法院已同意审理 Meta 的 Facebook 申请，以驳回一项私人证券欺诈诉讼。该诉讼指控该社交媒体平台在2017年至2018年对其用户数据被公司和第三方滥用一事误导了投资者。接下来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 Kroger 对 Grubhub 使用叉子和刀子徽标的质疑，认为该徽标与 Kroger 餐包服务的徽标差异足够大，不会导致混淆。下一条，受美联储政策决议和本周关键通胀数据预期影响，纳指周一大幅逆转此前跌势，英伟达和苹果股价成为焦点，道指下跌约 0.2%， 三大指数上周连涨后出现小幅下跌，标普500指数持平，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约 0.2%。 让我们关注，特斯拉股东大会将表决埃隆·马斯克的薪酬方案，尽管该方案此前被法院判定无效，董事会仍主张批准，以留住马斯克并激励他推动公司增长。接下来，华尔街知名交易台预测，本周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和美联储加息决定将引发股市剧烈波动。根据期权市场，标普500指数到周五将波动 1.3% 至 1.4%。如果核心 CPI 环比涨幅高于 0.4%， 可能引发所有风险资产抛售。标普500指数将下跌 1.5% 至 2.5%。接下来这条，消费者对股票前景的乐观情绪达到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纽约联储最新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，认为股票在未来12个月内会上涨的平均预期概率5月升至 40.5%， 4月为 38.7%。 消费者对未来1年通胀的预期也从4月的 3.3% 降至5月的 3.2%。 总体而言，纽约联储发现，随着更多受访者报告现在比1年前更好，而表示更差的受访者减少，家庭对于财务状况感到更加乐观。接下来这条，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聘请 Sarah Friar 担任首席财务官， Kevin Weil 担任首席产品官。接下来，百度为特斯拉提供车道及导航服务，助力其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技术所需的映射和导航。下面这条，苹果在 WWDC 大会上宣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，这是其首个生成式 AI 举措，将深入集成在 iPhone、Mac、邮件、消息和照片等产品中。Apple Intelligence 将为 iPhone 15 Pro 搭载 Apple M1 系列芯片及更新芯片的 iPad 和 Mac 提供服务，还将大幅更新 Siri， 使其更自然、响应更迅速，并更好地理解你的数据和设备。下面这条，苹果发布了一系列软件更新，包括 iOS 18、iPadOS、watchOS 和 macOS。 更新内容包括可自定义的 iOS 主屏幕、改进的控制中心、对 Lock and App 等隐私功能的添加，以及 RCS 对 Android 用户的支持。下一条，美股三大指数周一收涨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新高，因投资者为本周美联储政策决策和关键通胀数据做好准备。接下来，英伟达股票在10:1新拆分基础上于周一开盘交易，将周五收盘价 1208.88 美元调整为 120.88 美元，拆分后首日收盘涨幅近 1%。 接下来这条， NBA 旨在让所有粉丝都能在所有平台观看比赛，以适应粉丝多样化的消费方式。为获得下一份媒体转播权，其正在与多方进行深入谈判，该转播权估计价值高达760亿美元。最后这条是，马斯克表示，如果苹果将 OpenAI 整合到操作系统级别，他将禁止苹果设备进入其公司。此次表态源于苹果宣布与 OpenAI 合作，计划将 ChatGPT 技术集成到其设备中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